日常生活中，人们常说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从心所欲。在今天的生活中，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注重个人健康，不只是像以前那样生活，现在每个人都希望健康的生活。一般情况下，人到了65岁以后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身体的保养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延长寿命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总会听到周围的人谈论长寿的秘诀，那就是多走路或者多睡觉。但对长寿老人的相关研究发现，他们的共同点并不是多走路和睡觉。虽然长寿与基因有关，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。80%以上与后天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相关。老谢残经，人穷寿尽，说的是真的吗？老谢残经，人穷寿尽是一种民间俗语。这句话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，其实和它与中医有关。其中的精在中医理论当中被称为精气，是人体生理活动的能量来源，分为先天和后天两种精气。先天的精气是自出生就有的，后天的精气则需要通过日常饮食补充。老谢残经，人穷寿尽的意思，就是指这种精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少。如果在衰老以后，最后的一缕精气也被消耗完毕，那么人的寿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如果大家觉得很难理解，那么不妨从西医的理论来解读一下这句流传已久的民间俗语。人体内的精气后天需要通过日常饮食补充，可以理解为食物进入到人体内以后，会被胃肠道的消化功能分解成糖、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各种营养物质，然后运输到人体的各身体器官当中，为身体器官的正常运行提供能量和动力。为什么有的老人过70岁后没多久就去世了？70岁可以说是老年人的一道寿命坎，很多老年人过了70岁之后身体明显衰老，甚至没多久就去世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70岁之后，人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模式、群体结构等发生了巨大转变。65岁以下的成人血细胞来自2万到20万个干细胞，而70岁以上的老年血细胞仅分化10到20个干细胞。这一变化也解释了为什么老人70岁之后急剧衰老衰弱，甚至没多久就去世了。除此之外，老年人70岁后没过多久就去世，还与这几个因素有关。1. 免疫力下降。年轻的时候免疫力强大，能够更好地保护身体，抵御疾病入侵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免疫器官衰老，产生免疫细胞数量逐渐减少，导致免疫力下降，容易被各种疾病盯上。2. 消化吸收功能变差。70岁以后，人体肠道老化，消化吸收功能变差，很容易出现便秘问题，再加上掉牙后食物的咀嚼受到影响，身体的营养吸收也大打折扣。3. 抑郁，心态差。还有些老年人抑郁症高发，退休后更是被敏感、多疑、孤独等情绪所困扰，长此以往很容易被抑郁症盯上，从而增加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等的发生风险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55到74岁的女性抑郁症发病率可达7.5%。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长寿的必要前提。虽然人们总说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但如果晚年被病症缠身，每天都痛不欲生，想必没有人会祈求自己长寿。每天都生不如死的活着，还不如走得干脆痛快一点，免得自己遭罪，也耽误了儿女的生活。其实养生目的就是延年益寿，而拥有一个好身体则是长寿的必要前提。如果失去了健康，那么追求的长寿将毫无意义。有一项调查研究显示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，抵抗力较差，大约有2/3的时间会处于染病期，容易饱受病症的折磨。所以当人在过60岁之后，是时候该重视自己的身体了。医生发现，老人若长期不饮酒，用不了多久，身体会出现4大变化。老人如果长期不喝酒，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？很多人到了老年，总觉得小酌几杯无伤大雅，甚至有人认为适量饮酒还能活血化瘀，预防心血管疾病。但在医院工作多年，我发现那些长期滴酒不沾的老人，身体状况往往更加稳定，很多心血管疾病、肝病、胃病的风险都比爱喝酒的人低得多。
如果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喝酒，酒精对身体的损害会不断累积，而有些老人在50岁、60岁甚至70岁时选择戒酒，不出几年，身体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。那么，长期不饮酒的老人，身体到底会有哪些变化？一、血压更加稳定。很多人认为适量饮酒能扩张血管，帮助血液循环，但实际上，酒精对血压的影响是复杂的。短期内可能会让血管扩张，但长期来看，它会破坏血管的调节功能，导致血压忽高忽低，甚至诱发高血压。有个病人60岁出头，年轻时就爱喝酒，特别是退休后，社交应酬少了，他改成每天小酌一杯，觉得这样能帮助放松，预防血栓。但几年后，他的血压开始变得不稳定，有时正常，有时突然飙升，甚至偶尔会头晕、心悸。后来，在家人的劝说下，他决定彻底戒酒。不到1年，血压竟然逐渐趋于平稳，连头晕的情况都减少了。医生告诉他，酒精会刺激交感神经，让血压短时间内升高，同时还会导致血管硬化，使血压调节能力下降。长期戒酒后，血管的弹性逐渐恢复，血压自然也更稳定了。研究显示，长期饮酒的人，血压比不饮酒的人高，而戒酒3到6个月后，血压就会明显下降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减少。对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人来说，不喝酒是让血压保持平稳的一个重要方式。2、肝脏功能逐渐恢复。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，也是代谢酒精的主要器官。每次喝酒，肝脏都要分解乙醇，把它转化为乙醛，再分解成无害物质排出体外。长时间酗酒会使肝细胞处于持续受损状态，极有可能诱发脂肪肝、酒精性肝炎以及肝硬化，最终对肝脏的解毒能力造成不良影响。有个病人55岁，每天晚上都要喝点酒，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喝很多，但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肝功能异常，医生告诉他，他的肝脏已经开始出现脂肪沉积，建议他立刻戒酒。一开始他没把喝酒当回事，可渐渐的，他发觉自己变得极易疲惫，连食欲也大不如前。这时他才惊觉事情不妙，当即下定决心要彻底戒酒。1年过去，进行复查，可见肝脏脂肪含量明显降低，肝功能的指标同样恢复到了正常的数值。研究发现，戒酒6周后，肝脏的脂肪含量会减少；戒酒1年后，肝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会增强。很多人以为肝脏受损后不可逆，其实只要戒酒并合理饮食，肝脏的恢复能力是很强的。不喝酒是保护肝脏最直接的方式。3、睡眠质量改善。很多人喝酒后会感到困倦，以为酒能帮助睡眠，但其实酒精只会让人更容易入睡，并不会让睡眠质量变好，相反，它会破坏睡眠结构，导致深度睡眠减少，让人半夜频繁醒来，甚至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。有个病人65岁，每天晚上都要喝1杯白酒，觉得这样能睡得更踏实，但他发现自己经常半夜醒来，白天也总是感觉疲惫，记忆力下降，注意力不集中。后来他听医生的建议，戒酒一段时间，竟然发现睡眠变好了，不再频繁醒来，白天的精神状态也比之前好很多。医生告诉他，酒精会抑制大脑的神经递质，让人产生困倦感，但随着酒精代谢，它会让大脑变得兴奋，导致睡眠中断。长期喝酒反而容易让人失眠。研究显示，长期饮酒者的深度睡眠时间比不饮酒者少，而戒酒3到6个月后，深度睡眠时间会增加，记忆力和注意力也会有所改善。对老人来说，睡眠质量的提升不仅能让身体恢复得更好，还能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。不喝酒是保持大脑清醒、预防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个重要习惯。4、胃肠道更健康。酒精不但刺激胃黏膜，还干扰肠道菌群平衡，致使胃酸分泌紊乱，提升胃炎、胃溃疡、消化不良发病几率。很多长期饮酒的老人，胃肠道功能都会比不饮酒的人更差，容易出现反酸、腹胀、腹泻等问题。有个病人60多岁，年轻时喝酒应酬不断，后来虽然减少了，
但还是保持着每天喝一点的习惯。随着年纪增长，他发现自己经常胃胀、消化不良，吃点油腻的食物就感觉胃里不舒服。医生建议他戒酒，他一开始不太情愿，但戒酒几个月后，他发现胃胀的情况明显减少，吃东西也比以前更舒服了。酒精会破坏胃壁的保护层，增加胃酸分泌，导致胃溃疡和胃炎，而且它还会影响肠道的菌群，导致消化不良和便秘。研究发现，戒酒3个月后，胃黏膜的修复能力会明显增强，消化功能也会有所改善。很多戒酒的老人都发现，胃口变好了，吃饭也更香了。消化系统的稳定对健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。长期不饮酒，老人身体的变化是全方面的，血压更稳定，心脏负担减轻，肝脏功能恢复，睡眠质量提升，胃肠道也变得更健康。很多人以为喝一点没关系，但事实上，任何剂量的酒精都会对身体造成一定损害，而戒酒后，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会逐渐显现，让健康状况大幅改善。对于想要健康长寿的老人来说，减少酒精的摄入，甚至彻底戒酒，才是对身体最好的保护。长命或不长命，年纪永久仅仅一个参阅的目标。除了年纪以外，我认为以下几点相同至关重要。1. 无病无灾才称得上是长命。相同是2个80岁的老人，其间一个无病无灾，身体硬朗得很，别的一个尽管也是80岁，但各种疾病缠身，本年还因为中风落了一个半身不遂。试问，哪个老人才能称得上长命？显然是第一位。无病无灾的老人，不仅意味着更长命，也意味着生活质量更高。2. 无论什么年纪，生活能够自理，才称得上是长命。许多老人到了67岁，生活自理现已有难度了；到了80岁，生活现已彻底无法自理了。这样的白叟不能称为长命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因为父母饱尝疾病的困扰，子女照料久了，反倒觉得世事对于父母来说是一种最好的摆脱。3. 年纪大了，免疫力仍然很好。关于老年人来说，免疫力至关重要，没有好的免疫力，老年人就会被各种疾病盯上，像感染性疾病、癌症等等。新冠盛行3年，关于老年人的威胁无疑是最大的，主要原因就是老年人的免疫力更差，还有许多老年人或许得了小伤风就逝世了，原因也是免疫力差。有些小问题或许迅速发展为大问题。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养生？养生是一个触及多方面的综合科学。摄生不仅是让身体得到补养调度，也是一种修养。养即保养，保养滋养，生便是日子、生存和生长。现代意义上的健康，是指依据人们日子的规则，活跃保护物质和精力活动的规则。摄生只遵循生命规则，通过适度的运动，再加上外部的护理措施，让身体功用和外部皮肤得到休养生息、康复功用，一起需求分配恰当的饮食，以补养调度身体，到达治好的意图而不患病。从本质上说，坚持身体健康是五脏器官的保持，是长命的意义。保健是众所周知的摄生办法，但你也必须明白，除了多运动外，还要依据自己身体需求摄入一些合适自己的摄生食材，以起到表里统筹的作用，减少疾病，改进你的健康。想要健康长寿的话，还是需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，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那么该如何养生呢？这3种养生误区，中老年人要多注意。误区1：盲目的乱补乱吃。诚然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身体运转系统老化，营养吸收的效率也会降低，平日里适当增加脂肪、优质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摄入是很有必要的，但却并不代表老年人可以乱补乱吃。例如钙质、维生素等，适量补充有益，过度补充有害。老年人适当多补养无害，但仍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衡量有度。误区2：动不动就泡脚。一提到养生，很多人都会想到泡脚，但泡脚这一养生行为并不适合每一个人。比如存在心血管疾病或者糖尿病并发糖足的老人，都是泡脚的禁忌人群。
还望注意。误区3，过度偏爱粗粮杂粮。虽然粗粮中膳食纤维丰富，但对于老人的肠胃而言，大量的摄入粗粮反而容易增加肠胃和消化负担，继而导致消化功能下降，增加疾病隐患。因此，过度食用粗粮同样也是养生误区，是错误的饮食方式。一般来说，粗粮占据每顿主食1/3的量即可。贪多粗粮还容易导致低血糖、便秘等一些症状隐患。想要健康长寿的话，还是需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，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那么该如何养生呢？长寿的人一般有6个共性，过60岁后，牢记这6项长寿准则。1. 多晒太阳。无论处于什么年纪，都需要多晒太阳。紫外线能够促进身体的维生素 D 合作，并且能够促进体对于钙质的吸收。老年人大多存在骨质疏松情况，所以老年人不能长期待在家里，要经常外出走动，多晒太阳，这样才能增强骨骼强度。不过大家晒太阳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不要中午晒太阳，因为中午的太阳温度比较高，很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受伤、中暑的情况出现，反而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影响。2. 注重养耳听和谐音。很多老年人喜欢变成长舌妇，还喜欢听抱怨、谩骂等，因为日子有些无聊，所以习惯了说无聊的话，到任何地方都要凑热闹。有人问歌唱家周小燕，为什么您能健康长寿，连80岁后大腿骨折都能很快恢复？她说，我每天唱歌，不唱教学生也要示范练声，这就等于是练气功了。还有人列出了这样的数据，中国音乐学家牟天瑞活了101岁，中国作曲家音乐家陆仲任活了100岁，女高音歌唱家庾澄萱活了99岁。也许你五音不全，但是你能够唱几句，也能够听别人唱歌，在歌声中你释放了废气，也打开了胸襟。老人的耳朵是用来听音乐的，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听上司训话，听各种竞争的话。听有百灵鸟唱歌，当你常常这样感悟的时候，耳朵会变成传导美好的器官，带来愉悦。3. 让大脑年轻。要想让大脑保持年轻，延缓衰老，保持大脑的年轻很关键。可以这样做，每周读一本书，可以刺激大脑，丰富神经突触，延缓衰老进程，降低老年痴呆风险。每周进行2次30分钟以上的锻炼，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降低胆固醇水平，控制血压。多吃抗氧化的食物，比如含有黄酮或胡萝卜素类的蔬果等。同时肉也要适当吃，保证营养均衡，才可以补充大脑能量。培养几种兴趣爱好，跳舞、下棋、听音乐等活动，可以使大脑放松，供血和供氧充足。玩益智游戏，可以锻炼人的耐心、专心以及敏锐度，延缓认知能力减退，预防大脑衰老。4. 年过60，多取悦自己。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，你活了大半辈子，究竟有没有为自己而活？很多人辛辛苦苦，其实都是为了家庭，为了子女，在努力奋斗，很少有想过去取悦自己。其实退休之后，我们还是要多重视一下自己，不要整天只在乎他人的感受。余生，请为自己活一次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我们就勇敢的去追求。喜欢摄影，就拿起相机，到全国各地去游览，拍摄最美的祖国。喜欢美食，就自己买些食谱，感受烹饪的乐趣。喜欢唱歌，就开心的唱起来，不要怕走音或者被人嘲笑，要勇敢的做自己。5. 不吸烟。烟草是明确的致癌物，会显著增加身体的患癌风险，增加全因死亡风险。吸烟者的全因死亡风险是不吸烟者的2.8倍。无论什么年龄，戒烟都不晚。